姜维继承诸葛丞相的遗志，前后11次北伐曹魏，是诸葛亮5次北伐的延续。按照《三国演义》的描述，姜维久伐中原，但按照《三国志》和其他历史资料的记载，姜维共计发动了11次北伐。接下来的几期视频，我们就以姜维北伐为主线，串联起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历史走向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前5次北伐，以及连结羌胡。姜维，字伯约，天水郡蓟县人，即今天甘肃天水甘谷县人。他的父亲姜炯曾任天水郡的公曹，在镇压羌戎叛乱的战争中战死沙场。之后，姜维被任命为郡中的中郎，参本郡军事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他陆续担任过上计院和从事，以及公曹和参军等职。然而，他的命运却在27岁那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。228年的一天，他和往常一样，跟随天水郡的太守马尊在各地巡查，和他同行的还有公曹梁旭、主簿尹赏以及主祭梁潜等人。然而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这时，诸葛亮发动了第1次北伐。他让赵云前往褒斜道吸引敌人的主力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通过岐山道秘密地前往陇西，因此陇西各郡县被打得措手不及，纷纷投降。正在巡查的天水太守马尊得知后，怀疑姜维等人也投靠了蜀汉，于是立即将他们扔下，连夜逃往了上邽。姜维等人不明所以，也向上邽撤退。然而等他们到达城下的时候，发现城门已经关闭，并且不准他们进城。姜维等人无奈，只能前往自己的家乡蓟县，可是蓟县也是城门紧闭，不肯让他们进城。就这样，走投无路的姜维等人只能投降了蜀军。没过多久，马谡丢失街亭，导致诸葛亮的第1次北伐失败，姜维便跟随蜀军退回了汉中。就这样，他被迫与寡居的母亲分别，从此再无相见。好在诸葛亮对他非常的器重，任命他为苍曹院加凤仪将军。之后，他跟随诸葛亮数次北伐，屡立战功。230年，他被迁为护军和征西将军，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将领。234年，诸葛亮病逝5丈原，从此北伐的重任便落在了蒋琬和费祎以及姜维等人的身上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正式走进姜维的北伐之路。他的第1次北伐发生在238年。这一年，司马懿率领10万大军去征伐辽东的公孙渊、刘禅得知后，立即让蒋琬前往汉中，等待时机准备北伐。蒋琬到达汉中后，让姜维率领大军走岐山道，攻打曹魏的陇西之地。姜维奉命出兵，与魏军在南安郡激战了数日。南安郡的治所在狄道，即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县。最后，由于魏军早有防备，导致蜀军久攻不下，而且雍州刺史郭淮积极赶来救援，姜维觉得继续攻打已经没有胜算了，于是便率军返回了汉中，第1次北伐就此结束。239年，魏明帝曹睿病逝，年仅8岁的曹芳继位，由司马懿和曹爽共同辅政。第2年，姜维便再次试探性地向陇西发动进攻，但是遭到了雍州刺史郭淮的顽强抵抗，兵力较少的蜀军与魏军僵持了数日后难以取胜，姜维只能下令撤军。然而郭淮见蜀军撤退，立即率军追击，一直追到强中，见蜀军已经撤走，便不再追击，转而讨伐羌人和氐人的部落。第2次北伐结束。曹爽在亲信们的蛊惑之下，逐渐架空司马懿，开始独掌大权，并在邓阳和李胜等人的劝说下，准备征伐蜀汉。244年，曹爽调集10万大军，从淌洛道向汉中进发，结果在费祎和王平等人的阻击下，大败而归。此战过后，羌人和胡人对曹魏朝廷怨声载道，曹爽在陇西的威信也大为降低。246年，蜀汉的蒋琬病逝，费祎开始掌权。247年，陇西各郡的羌胡人相继叛乱，胡王至吴代将家属留在西海郡，即今天青海湖东北侧海晏县以西，率领大军前去围攻武威。郭淮得知后，立即率军前去平叛，但他不是救援武威，而是率领大军准备前往西海郡，打掉至吴代的老窝。至吴代得知后非常恐慌，立即率军前来阻击，双方在龙以北展开激战，
龙夷及今天海晏县的三角城。结果智无代不敌，连忙向蜀汉求援，并答应投靠蜀汉。于是姜维便率军前来接应。大军到达桃水以西后，与郭淮和夏侯霸展开激战，最终顺利地将胡人救了出来。胡人首领智无代和白虎文等人率部归顺蜀汉，姜维便将他们全部迁移到蜀国境内。第3次北伐结束。姜维本就是陇西人，熟悉陇西的风土人情，所以他准备继续引诱羌胡人归顺蜀汉，从而控制陇西。249年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，曹魏政权再次发生内讧，姜维便看到了机会，于是他依靠曲山修筑了2座城堡，派遣勾安和李欣等人驻守，然后联合羌胡人进攻附近的各县。征西将军郭淮、雍州刺史陈泰以及南安郡太守邓艾立即率军前来抵抗。陈泰给郭淮建议说，曲山的2座城堡虽然坚固，但远离西蜀，军粮需要长途运输。另外，羌胡人不满蜀汉繁重的劳役，必然不肯长期依附，所以只要我们围而攻之，兵不血刃，就能夺取曲城。蜀军即使前来救援，也因为山路险阻，不会很快到达的。郭淮采纳了陈泰的建议，让他和讨蜀护军徐志以及南安太守邓艾发兵前去攻打。大军到达后，立即切断了2城的交通和水源。勾安和李欣出城挑战，但陈泰按兵不动，不与其交战。不多时，城内的粮草便不足了，将士们饥渴不堪，仅靠残余的一点粮食和融化的雪水度日。姜维得知消息后，连忙赶来救援。当大军到达牛头山的时候，陈泰早已在这里等候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牛头山位于今天甘肃省岷县东南，洮河南岸。陈泰命令属下的将领们各自坚守营寨，不得与姜维交战，并派人给郭淮送信，建议郭淮率领主力向牛头山靠拢，一起歼灭姜维。于是郭淮便率领主力进逼桃水，企图截断姜维的退路。姜维见状，只能下令撤军。勾安和李欣等人则由于孤立无援，献城投降了曹魏。这时，南安太守邓艾给郭淮建议说，姜维大军撤离的地方并不遥远，说明他不会善罢甘休，也许很快就会反扑过来，因此我们应该分兵驻守，以免发生意外。于是郭淮便留下邓艾的大军驻扎在白水北岸，以防止蜀军反攻。3天之后，姜维果然派遣廖化率军前往白水南岸扎营，与邓艾遥遥相对。邓艾对将领们说，我们的兵力比蜀军少，按照常理，蜀军应该立即渡河前来攻打，可他们并没有渡河的打算，而是架设浮桥，准备长期对峙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廖化的作用是牵制我军，而姜维真正的目标应该是率领主力向东突袭桃城。桃城即今天甘肃省临潭县西南，在白水之北，距离邓艾的驻地大约60里路程。于是邓艾便在当天夜里秘密出兵，抢先占据了桃城。天亮后，姜维果然率领重兵来到了桃城附近，但是得知桃城已经被邓艾占据后，只能撤军而去。至此，第4次北伐结束。此战姜维虽然未能取胜，但在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的情况下，还能与魏国的众多将领对战，并且双方互有胜负。而且费祎掌权之后，坚持休养生息的政策，反对穷兵黩武，因此姜维每次北伐，费祎给他的兵力都不超过10000人，可见姜维能够取得如此战果，已经实属不易了。250年12月，姜维发动了第5次北伐，这次的目标是联合羌人攻打西平郡。西平郡的治所在西都，即今天的青海省西宁市。最终由于路途遥远，未能攻克西都。此战中，他俘虏了魏国的中郎将郭修，刘禅拜其为左将军。然而郭修不为所趋，一直找机会准备刺杀刘禅，但总是无法靠近，于是他便准备改变目标，刺杀费祎。253年，费祎在汉寿开办岁首大会的时候，被郭修刺杀身亡。从此，蜀汉的军政大权便落在了姜维的手中。因此，姜维的前5次北伐都只是奉命出征，他不仅不能自己做主，还受到费祎的极大限制。而且5次北伐都是出兵陇西，目标是引诱羌胡人归顺蜀汉，从而控制陇西。
费祎去世之后，蜀汉的军政大权便由姜维掌控，也就意味着此后的北伐他可以自己做主。那么他之后的北伐战果如何？还会有其他的阻碍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